夜里头，老铁突然想起来了，自己有一架俄罗斯的高倍望远镜，都买了好几年了。那时候老铁一门心思到地球上走走，该预备的东西早已经齐全了，悲壮得很，是一去不复返的心思，却一直都没用上，估计再也用不上了。一大早，老铁就从柜子里把望远镜翻了出来，款款走上了阳台。小男孩却不在。老铁把高倍望远镜架到鼻梁上去，挺起了胸膛，像一个将军。他看到了平时根本就看不见的广告牌，还看到了平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远山。其实这没有什么，那些东西本来就在那儿，可老铁的心胸却突然浩荡起来，像打了一场胜仗，完全是他老铁指挥有方。打完了胜仗，老铁便低下头，把高倍望远镜对准了马路。马路都漂浮起来了，汽车和路人也漂浮起来了，水涨船高，通通来到他的面前。这正是老铁喜闻乐见的。出于好奇，老铁把望远镜倒了过来，地球咣当一声陷下去了，顿时就成了万丈深渊，人都像在波音777的窗口了。望远镜真是一个魔术师，它拨弄着距离，拨弄着远和近，使距离一下子有了弹性，变得虚假起来，却又都是真的。老铁亲眼看见的。老铁再一次把望远镜倒过来，慢慢的扫视。让老铁吓了一大跳的事情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小男孩突然出现在他的高倍望远镜里，准确地说，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就在老铁的怀里，伸手可触。老铁无比清晰地看见了小男孩的目光，冷冷地正盯着自己，在研究。这样的遭遇，老铁没有预备，他们就这么相互打量，谁也没有把目光移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铁都不知道怎样去结束这个无聊的游戏了。当天的夜里，老铁就有了心思，他担心小男孩把他的举动告诉他的父母，拿望远镜偷偷地窥视一个年轻夫妇的家庭。以他这样的年纪，以他这样的身份，传出去很难听的，说变态都不为过。无论如何不能玩了，高倍望远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玩了。老铁好几天都没有上阳台，可是不上阳台又能站在哪儿呢？老铁到底憋不住，又过去了。小男孩不在，然而仿佛约好了一样，老铁还没有站稳，小家伙就在窗户的后面出现了。这一次他没有吃冰糖，而是张开嘴，用他的门牙有节奏地刻玻璃，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像打击乐队里的鼓手，就是不看老铁，一眼都不看。这个小家伙有意思得很呢。老铁当然是有办法的，利用下楼的功夫，顺便从超市里带回来一瓶泡泡液。老铁来到阳台上，拉开玻璃，一阵热浪扑了过来。可老铁顾不得这些了，他顶着炎热的气浪吹起了肥皂泡，一串又一串的气泡在29层的高空飞扬起来，气泡漂亮极了，每一个气泡在午后的阳光下都有自己的彩虹。这是无声的喧嚣，节日一般热烈。小男孩果然转过了脑袋，专心致志地看着老铁这边。老铁知道小男孩在看自己了，骨子里已经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了。老铁却故意做出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，老铁很快乐。然而这样的快乐仅仅维持了不到20分钟。10来分钟之后，小男孩开始了他的冒险壮举。他拉开窗门，站在了椅子上，对着老铁家的阳台同样吹起了肥皂泡。
这太危险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老铁的小腿肚子都软了，对着小男孩做出了严厉同时又有力的手势。可小家伙哪里还会搭理他？每当他吹出一大串的泡泡，他都要对着老铁瞅一眼。他的眼神很得意，都挑衅了。老铁赶紧退回到房间，怕了。这个小祖宗不好惹。